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些日子，前往天竺取经的艰苦旅程，那些与我同行的伙伴们，总是说着正确话语的爱哭鬼。唐三藏默默守护三藏的白龙马，爱惹麻烦但又讨人喜欢的猪八戒，安静却有时让人恼怒的沙悟净，甚至还有我自己，无法隐藏自己的凶猛，向世界露出獠牙。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过是适合在醉酒后讲述的回忆罢了。悟空，我们的相遇也是佛祖安排的缘分，不要独自承担世间的重担，为何不与你的这位师傅分享呢？三藏那温和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师傅，你我既是彼此的师傅，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更是同路人，不是吗？但无论我怎么想，同伴这个说法都不太准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把你当作师傅，总觉得有失我的身份，毕竟我可是齐天大圣。没错，那时我们是真正的朋友，那已经是300年前的事了。我原以为在成佛之后，我能在天界休息一阵子，你告诉我三藏的灵魂消失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瞪大了双眼，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观世音菩萨面容凝重，缓缓开口，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唐三藏的名字从天界的生死簿以及地府的生死簿上都消失了，三藏灵魂的最后一丝踪迹是在人间的安徽省被发现的，一个叫南宫家族的地方。别告诉我你想让我下凡去找到他，荒谬！300年前你让我像奴隶一样干活，你知道我那时有多疲惫和厌烦吗？别问我，问别人去。听闻此言，我顿时暴跳如雷。观音一脸郑重地对孙悟空说道：天界的神仙下凡到凡间是很危险的。孙悟空听闻，脸上满是不屑。危险？哈！他忍不住嗤笑出声。在他看来，观音的这一说法简直不可思议，妖怪都已被尽数消灭，曾经威风凛凛的7大圣，如今也已消散不见，这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胆敢威胁天界的将军？观音沉默一阵后，缓缓开口说道：人类，你侍奉佛祖几千年，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我满脸不屑地叫嚷着，然而菩萨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如坠冰窟。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祖严格划分了各界，所以下凡时天庭的大部分力量都会消失。但是你不是不一样吗？即使天庭的大部分力量被封印，在凡间你仍然可以使用妖力，谁敢阻拦你？哈，别让我笑掉大牙！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孙悟空吗？你觉得我再次上当吗？没门！所以你又要逃到世界的边缘去吗？你很清楚，无论你做什么，你仍然在佛祖的手掌心之中，奉侍加盟弥佛之命。齐天大圣孙悟空前往武侠世界。观音一边缓缓开口，一边手指向下指去，他们脚下的白云突然消失了，天空裂开了一道口子，男子被那似乎随时都会把他卷入凡间的气流吓了一跳。在被传送下凡的瞬间，我只觉天旋地转，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待意识逐渐恢复，缓缓睁开眼睛，只听一个人说道：我本以为在山里捡到一个外国人后能发一笔横财，但谁能想到会被那些石华派的混蛋抓住。我们为什么要抢石华派的仓库呢？另一个人喃喃回道：现在后悔也晚了。我心中一惊，原来这里竟是一座监狱。我从那些家伙身上感觉到一种奇怪的能量，这是我在天堂都感受不到的。就在这时，只听有人低声说道：那个家伙他睁开眼睛了。不会吧，我真的下凡了？该死！我看着手上的镣铐，我心中暗自叫苦。可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能完成观世音菩萨的请求，尽快找到三藏的灵魂，然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使出神通，挣断手上的镣铐。可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能完成观世音菩萨的请求，尽快找到三藏的灵魂，然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活动了一下筋骨，只听嘎吱一声，那看似坚固无比的铁栏杆竟被我徒手轻松折开。他徒手把铁栏杆折断了，是个怪物。大胡子颤抖着声音说道。突然我觉得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飘过，我转过身向他们2个人看去，我的眼睛能看见精神世界，这对人类来说是看不见的。那个大胡子男人和我之间好像有点什么，在佛教里这叫缘分，所以我们前世应该有某种关联。我决定帮他们2个，我伸手把他们手上的镣铐全部扯开，扔在了地上。这似乎是菩萨也安排一位向导帮我找到那位三藏的灵魂。我对他俩说道：你们2个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2人连忙拱手抱拳，连声道谢。嘿，你们是怎么出来的？一个狱卒模样的人冲了过来，大声喝道。我冷冷地表明不喜欢杀人，好言劝对方让开，目光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狱卒却对我这个混血外国人不屑一顾，狠狠地吼着让我回牢房。混血！我心中一阵无语，懒得与他多费口舌，我直接走上前，然后把他夹在腋下，然后从楼上直接把他扔了下去。狱卒摔在地上，扬起阵阵灰尘，引起下面人群一阵骚乱。小个子战战兢兢，眼中满是疑惑与好奇，问道：兄弟，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大胡子则小声提议：我们还是安静的跟着这位大侠吧。大胡子，你知道南宫世家在哪里吗？我转头看向那个唉声叹气的大胡子。我当然知道，那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剑之家族，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名。大胡子连忙回答，眼中闪过一丝讨好之意。那你带路。我直截了当的说道。我吗？大胡子显然有些意外。我看到大胡子有些犹豫，直接握紧拳头问道：怎么，你不想吗？吓得大胡子连忙回答：哦，当然了，在得到如此善意的帮助后，我理应给你带路，我会护送你到那里的。你们这些混蛋，你们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只见一群人挥舞着剑，身上散发着凶恶的气息。你是这里的老大吗？我毫不畏惧地指着他问道。没错，我是石华家族的家主，湖北的恶狼李相业。男子满脸得意地说道。我要带走这个大胡子和小个子，作为回报，我会忘了
你把我扔进这个监狱的事。我淡淡的说道。你表现的好像你是玉皇大帝之类的人物，你以为你是谁？李相业满脸嘲讽的笑道。我是谁啊？好吧，没办法了，既然你问我是谁，那我回答你也是应该的。竖起耳朵听好了，现在我是谁？在花果山之下，在遥远的大海之外，一只由天地孕育而生的石猴，美猴王，金毛猴王，统治天界的最大星宿，也是一位大圣。我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大胡子和小个子听完后，直接呆在了原地。孙悟空闭着眼睛，等待他们的反应。周围的寂静愈发深沉。过了多久呢？打破这寂静的是一声若有若无的笑声，划破了沉默。孙悟空缓缓睁开半闭着的眼睛，他们竟然在笑。以前我像这样自我介绍的时候，妖魔鬼怪、山神土地都会吓得浑身颤抖，向我跪拜。听闻是齐天大圣后，李相业张嘴大笑。什么？齐天大圣？搞什么？这家伙疯了吗？他刚说他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你们还等什么？给这个疯子一个教训！笑声停歇后，前面的一个武者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走上前来，喂，大圣，要是你不想被戳成刺猬，最好赶紧滚。就在这时，孙悟空的身体模糊了，眨眼间，或许连眨眼的瞬间都不到，被无限细分的孙悟空的身体如同一道光芒般伸展出去，他的拳头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那个武者的胸口。刚才还在嘲讽孙悟空的那个人突然飞了起来，从他耳边呼啸而过。湖北红狼难以置信的颤抖着，孙悟空如雷霆般的声音响了起来，嘿，你们这些混蛋！停了片刻，反应过来的李相业大吼道，所有人攻击他，冲向那个粪池脑袋。湖北红狼和武者们同时冲了上来，孙悟空缓缓向前走去，一个一个的掰着手指关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愤怒。即使没有如意金箍棒，孙悟空也是战斗高手。他一脚踩在一个跃起的武者的膝盖上，弹开从侧面刺来的剑，抓住另一个武者的肩膀，将其碾碎，一拳打在面前那个人的肚子上，把他的内脏都打烂了，然后转身一脚踢碎了从背后偷袭的人的脸。突然孙悟空感觉不对，这些家伙他们突然释放出一股奇怪的气场，他们瞬间就变得更快更强了。我之前觉得奇怪的气场，实际上是留在人间的妖力残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并被提炼他的人类所吸收，转化为他们所谓的内在力量。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内力。人类还真有一些有趣的手段，挺有意思的。然而在我齐天大圣孙悟空面前，你们的本领不过是小儿科罢了。孙悟空想到这里，手中速度却不减慢，一拳打在湖北红狼脸上。湖北红狼惨叫起来，脸上溅满了鲜血，引起一片混乱。孙悟空在混乱中继续出拳踢腿，他砸扁鼻子，打碎颧骨，把牙齿都踢飞了，伴随着一声声巨响，掌门和武者们都乱作一团，痛苦地呻吟着。他的动作极其高效，即使他没有内力之类的东西，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计算，有条不紊地制服着对手，包括湖北红狼在内的7名武者。眨眼间就被打倒在地。孙悟空看着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呻吟的武者们，伸了个懒腰，然后开始从口袋找钱。这些人不仅被打败了，而且他们的口袋也被搜刮得一干二净。就在我开心的抢劫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地上有一个相当漂亮的盒子，打开盒子后，里面放着的是一块生锈的旧件碎片，它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看起来更像是一块钝金属块。孙悟空默默地检查着那块件碎片，他的表情异常严肃。就在这时，原本像具尸体般昏迷不醒的湖北红狼不知从哪儿来了力气，突然尖叫，你这个混蛋，离那东西远点，我说了别碰它。孙悟空皱起了眉头，显然很困扰。你知道你随身带着的是什么东西吗？湖北红狼保持沉默，脸上露出一种得意的拒绝神情，好像在说，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但当他与孙悟空的目光相遇时，他的身体突然颤抖起来，他喘着粗气，剧烈的颤抖着。在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威慑下，他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都被暴露无遗，被剖析到了骨头里。孙悟空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道，给我说清楚，你这个混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天他突然出现了，我只听说有人悬赏他，他们说谁找到他就给谁一大笔钱，我们应该在下面的永幻客栈见面。发布悬赏的人的名字是蛇蝎铁鬼。而跟在后面的大胡子听闻后，震惊的叫起来，什么？谁？蛇蝎铁鬼？孙悟空问道，你认识他？大胡子接着说道，他是个极其邪恶的人，杀了几十个人，事实上他甚至杀了南宫家族的一名成员，还逃脱了。南宫家族还在追捕他，但一直没能抓到他。那我们赶紧去永幻客栈吧。我沉思片刻后说道。大胡子有些疑惑地问道，你不是打算去南宫家族吗？与其空手去，不如抓住蛇蝎铁鬼一起带去，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更热情地欢迎我。我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毅然说道，此外，人类正遭受如此苦难，齐天大圣孙悟空怎么能坐视坏人逍遥法外呢？我们一路朝着永幻客栈走去，路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人们看到我这副奇异的模样，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小个子面露窘态，称大家都在盯着他们。大胡子一脸无奈，回应说自己也觉得尴尬，还表示换作是小个子看到那样一个外国人走来走去，同样也会盯着看。不一会儿，我们便来到了永幻客栈。您要点餐吗？一个店小二热情地迎了上来。在点餐之前，这里的顾客里有没有奇怪的人？我开口问道。奇怪是指？店小二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比如独自来的人，或者气场很奇怪的人。看起来很凶的人。我详细地描述着，去告诉他，我们从石华派带来了货物，让他现在来取，再把食物和饮料也拿来。说完，我拿出一袋钱扔给小二。好吧，店小二连忙应道，
然后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不一会儿，店小二便上了满满一桌子菜。孙悟空喝着送来的酒，吃着下酒菜，突然想到，这感觉就像是命运。就在三藏的灵魂消失的时候，一件天庭神器出现在了凡间，而且有一个人在寻找他。如果我追踪那个东西的来历，也许能找到三藏丢失灵魂的线索。怎么了？为什么你们看起来都这么不安？我注意到大胡子和小个子都笼罩在一层恐惧的氛围之中，便开口问道：蛇蝎铁鬼，关于他的传闻太可怕了，武林盟10多个武林高手去抓他，都送了命。5年前他就被宣布为武林公敌，他杀了5个丐帮的乞丐后逃走了。他杀害的平民数量已经有几十人了，但至今仍未被抓获。大胡子心有余悸地说道：看起来他们派去对付他的都是些软弱之辈，你们这些蠢货不过是听说过这个血铁鬼之类的传闻，可你们见过他本人吗？我冷冷地问道。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一个面容颇为凶狠的男人突然走了进来，他的眉下闪烁着一丝残忍的凶光。男人边走边说：像你们这样冲向我的蠢货，最后只会流血丧命。来者正是武林联盟的公敌蛇血铁鬼。大胡子和小个子皆是一愣，如此惊人的杀意。就在这时，孙悟空拿起酒壶，倒上一杯酒，开口说道：你来了，喝一杯吧。他微笑着，就像在迎接一位老朋友。你不是石华宗的人？声音尖锐刺耳，如同刮擦金属一般。孙悟空皱起了眉头说道：那有关系吗？你声音好沙哑，你应该戒烟，光听你的声音，我就已经能想象到你死于肺病的样子了。蛇蝎铁鬼的眼中怒火闪耀，问道：你有那件东西吗？孙悟空回道：有，那把剑的碎片。这时孙悟空在精神世界中看到了一些东西，在蛇血铁鬼和他之间有一条粘稠的暗红色的线，散发着恶毒的光芒。我前世一定遇到过这个人，被这充满波折的命运束缚着，这肯定是一段充满恶业的关系。孙悟空咂了咂舌头，漫不经心地从袍子里掏出了剑的碎片。有那么一瞬间，那人的表情微微有些动摇。孙悟空说道：你也在为别人工作的吧？要是你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你就不会有那样的反应了。要是像你这样臭名昭著的人都被当作棋子利用，那指使你的人肯定来头不小。那么是谁派你来做这件差事的呢？蛇蝎铁鬼的脸色变得僵硬起来。孙悟空又笑了起来：注意你的表情，我只是猜测而已，但你马上就暴露了，你是别人的走狗，你这是找死，居然敢这么嚣张。作为回应，蛇蝎铁鬼向前冲了过去，刺出了他那把锋利的短剑。孙悟空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色一沉。蛇蝎铁鬼的脸扭曲得十分怪异，蛇蝎铁鬼使出浑身解数，怒气冲冲地猛刺短剑。他的一举一动，每一次有意图的攻击，都被一动不动的孙悟空完全看透了。蛇蝎铁鬼感觉这家伙有点不对劲，他很厉害，他还没有拔刀，但他至少和我水平相当，他是一位顶尖高手。他只是随意移动，但所有攻击对他都不起作用。不断累积的疼痛和越来越强烈的震惊传遍蛇蝎铁鬼的全身，使他的肌肉紧绷，内脏震颤，丹田也为之动摇。这简直就是他在拿我寻开心。蛇蝎铁鬼从骨子里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样下去根本赢不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集中所有内力，然后一次性爆发出来。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他逐渐耗尽的内力又重新燃起了一丝火花，一旦点燃，这火花就变成了熊熊烈火，缠绕在他全身的经脉上。这是他所侍奉的那个可怕的主人教给他的一种保命绝技，一种在短时间内激发所有潜在能力的孤注一掷的手段。他那以阴柔内力为基础的武功爆发出了更加阴森可怕的气息。就在那一瞬间，孙悟空的眼睛燃起了炽热的红光，他透过火眼金睛窥视着精神世界，他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容，獠牙闪烁着寒光。现在他想起来这家伙是谁了，你就是七峰山的那条蛇，对吧？当我发现我们之间有段波折的关系时，我还期待着会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呢，结果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我出于好奇查看了一下，结果根本没什么意义。孙悟空漫不经心地把剑的碎片扔到了一边，然后他活动了一下指关节，左右扭了扭脖子。要是你觉得自己快死了，那就去求佛吧。你知道吗？我自己就是佛，我心慈手软，不会杀一个跪地求饶的可怜虫。接着一连串无情的打击接踵而至，蛇蝎铁鬼的肌肉撕裂，内脏从嘴里吐了出来，意识也变得模糊。他觉得自己似乎马上就要死了，于是他张开了嘴，佛祖。砰！他刚说出这几个字，一记拳头就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嘴上。蛇蝎铁鬼的眼睛里立刻涌出了泪水，他觉得自己太委屈了，毕竟孙悟空说过，要是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去求佛的。孙悟空是认真的，他甚至还有点生气，边打边说：你这个混蛋，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不能再撑一会儿吗？来啊，你这个混蛋，要是你因为吃人而死，至少也该有点悔恨吧。你转世为人，现在又杀这么多人，武林公敌，得了吧，你这个卑鄙的家伙。即便孙悟空一边骂着，拳头也没有停下来。对蛇蝎铁鬼来说，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他觉得这次自己真的要死了，于是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勉强张开了嘴。我参拜阿弥陀佛，还有观音，呼唤观音，这个在百姓中最有名的神灵，也许是很自然的事。但问题是，孙悟空的手用巨大的力气掐住了蛇蝎铁鬼的喉咙。孙悟空很生气，把蛇蝎铁鬼直接砸向地面。孙悟空边打边骂：都到这时候了，这家伙还真是坏透了，那么多神，你偏偏要喊观音，你是故意的吧？就是为了惹我生气。孙悟空终于打累了，
转身去找酒喝。这时蛇血铁鬼悄悄爬起，大喝一声开，只见一阵烟雾升空，蛇血铁鬼借土遁跑了。大胡子指着烟雾说道：哈嘿，大侠，看那边。孙悟空微微一笑说道：他刚才还粗声粗气的逞强，可现在被打败了，似乎清醒过来了。他没我想的那么蠢。他机灵的逃走了，边说边拔下一根毫毛，对着毫毛吹了一口气，说了声变。做完这一切后，孙悟空搂着大胡子和小个子说道：现在我们换个地方，把饭吃完。画面一转，来到海上，蛇蝎铁鬼土遁后，便在海上找了一条小船，心里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现在回到主人那里，他肯定会有大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蛇蝎铁鬼别无选择，只能向噬魂魔求助。那个无知的莽汉有着惊人的技能，如果我们一起进攻，肯定能制服他，你就等着吧。浑水头。与此同时，在同一片海岸边，坐在船上的悟空正在挠耳朵。坐在他旁边的大胡子问道：是不是故意放走蛇血铁鬼的？我放他走，是因为他在找的这个东西。孙悟空微微眯起眼睛，目光落在那件看似毫不起眼的物件上。那个金毛的家伙似乎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要是有人命令他来拿，他肯定会跑去向上级汇报。所以你还想抓住那些幕后的人？听到这话，大胡子恍然大悟。但这样一来，又有个问题，他怎么能确定这个人不会乘船逃走呢？答案很简单，悟空只需跟着他的线索走就行。他最后扯下的那根毫毛帮了大忙。孙悟空接着说道：虽然我下凡之后大部分仙力都没了，但我还能施展一点毫毛法术。我的毫毛变成蚊子，现在正跟着蛇蝎铁鬼呢。我是谁？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大胡子心想，他又来这套了。我能感觉到你在心里骂我，你这个小混蛋，和你在一起久了，说不定能知道你上辈子是谁。孙悟空看着大胡子，心里想到。这时大胡子捂着嘴说道：那你得快点了，因为蛇蝎铁鬼是武林公敌，其他人也会去追他。别担心，就算有人干扰我的计划，他们也阻止不了我。孙悟空目光坚定，望向远方，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画面一转，来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剑之家族——南宫家族。南宫家族的势力非凡，他们位居5大世家之首。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正义武林中处于顶尖地位。然而，在普通百姓之中，南宫家族的名声却并不好。在过往与邪恶势力的战斗中，他们手段残忍，毫不留情，血腥的场景让百姓们心生畏惧。久而久之，哪怕是武林正道中的盟友，也开始对南宫家族心存忌惮。这个女孩在镜子前梳理着头发，时常思考着这些事。她早已坚信，他们南宫家族需要做出改变。她是南宫家族执法堂的堂主，名叫木华。放下梳子，女孩轻声自语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鲁莽的舞剑了，要像武当派和少林寺一样，我们需要善良正义，有时也要对敌人手下留情。但家主觉得这些都是虚伪的表现。1个月后，南宫家族、黄甫家族、诸葛家族、四川唐家以及河北彭家这5大世家的年轻继承人齐聚南宫府邸参加龙凤会。在龙凤会开始之前，南宫家族迫切需要展现出自己的改变，以此来挽回在武林中的声誉，巩固自己的地位。木华正在思考间，突然一位弟子匆匆跑来，神色焦急，向执法堂堂主木华禀报道：执法堂堂主，家主正在紧急召集所有堂主。紧急召集堂主，发生什么事了？木华眉头紧皱，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很快众人齐聚一堂，南宫家族家主南宫振柏走上演武台，看到所有堂主到齐后，他缓缓开口：我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是因为我们收到了情报堂的紧急消息。现在蛇蝎铁鬼出现在安徽省，我们是什么家族？当邪恶的武林人士聚集起来威胁武林时，难道不是我们冲在最前面战斗？难道不是为了保护别人珍贵的父亲、儿子、母亲和女儿？现在在我们面前杀害我们家人的蛇蝎铁鬼出现了，这次我和长老们将带头去抓捕他，看看分给你们每个人的竹简，去各自的任务区域找到蛇蝎铁鬼，要是找到了，必须抓住他，明白了吗？南宫振柏的声音坚定有力，在大厅中回荡，充满了威严与决心。众人齐声应道：明白家主。声音整齐划一。紧接着会议结束，南宫家族的众人便出发去完成手头的任务。木华看着去完成任务的众人，心中暗想，这是个机会，要是我们抓住蛇蝎铁鬼并公开宣布，不仅人们对我们的看法会改变，而且我们作为龙凤会主办方的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当南宫家族的高层出动时，谁又能阻拦他们呢？故事回到蛇蝎铁鬼从悟空手中逃脱后渡海的时候，蛇蝎铁鬼在海上遇到了一艘船，船上有2个陌生男子，他们配着剑，身着蓝衣，长着讲的那个叫南宫泽，另一个叫南宫善，他们都来自南宫家族。南宫泽看着南宫善，使用传音术说道：他们终于找到了血鬼，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是要向家主或长老们发出信号还是不发？如果发信号，蛇蝎铁鬼可能会起疑并逃跑，同时他们又不能杀了他。执法堂的堂主下令要活捉他，然后交给武林盟审判，但倘若他激烈反抗，危及我们的任务和自身安全，那就杀了他，绝不能让他逃脱制裁。我什么都不怕，这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可是南宫家族的人。南宫泽挺了挺胸膛，满脸的骄傲与自信。就在此时，一阵细微的滋滋声传入他们耳中。那是什么声音？南宫善警惕地竖起耳朵，四处张望。紧接着他脸色骤变，惊呼道：船漏水了！上官善很快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声音太大了，
他担心自己刚才的惊呼会惊动蛇血铁鬼。蛇血铁鬼听到喊叫声，把注意力转向那艘船。他仔细一看，发现船上的人配着带有白色条纹的蓝色剑鞘，这些人肯定是南宫家族的，但他们怎么会在这儿？蛇血铁鬼发现我们了，正在逃跑。我特意找了一艘坚固的船，除非发生严重碰撞，否则不会散架的。这是用内力人为制造的洞，他有手下。南宫则意识到这是蛇血铁鬼的手下，在暗中搞鬼，故意弄沉船，好让他们无法追击。南宫则强忍住咒骂，他有同伙。南宫善迅速俯身在船边，扫视着河面，他锐利的目光扫过翻腾的水面。现在他们需要对付蛇血铁鬼的手下。上官善将内力注入剑中，在周围汹涌的波浪中，南宫则注意到了一些东西。水面上出现了一道隐隐升起的气泡痕迹，他毫不犹豫的迅速从袖子里甩出一把匕首，朝着那个方向掷去。蛇血铁鬼还是不明白南宫家族的人是从哪冒出来的，他刚摆脱那个古怪的家伙，突然又冒出个新问题。南宫家族的血脉即便在邪派中也以极其残暴的恶魔形象而闻名，关于南宫家族家主的传言更是可怕，据说他会剖开邪派成员的胸膛，像玩球一样玩弄他们的心脏，还一边喝酒一边疯狂大笑。蛇血铁鬼正想着自己可不想落入这样一个疯子手中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你船做的还开心吗？看到旁边出现的一艘船，蛇血铁鬼的身体僵住了。与此同时，南宫家族的人抓住了在他们旁边冒泡泡的人。上官善把这个蛇血铁鬼的手下扔到甲板上，命令他说出他的主人要去哪儿。这个受伤的小个子男人只是无助地看着南宫家族的人，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就在这时，他们感觉到下面还有别的东西，一瞬间他们站着的船像是爆炸了一样，裂成了两半。南宫泽和南宫善震惊地跳了起来，迅速扫视周围，落在了散落的木板上。在破碎的船的残骸之间，一个脑袋突然从水里冒了出来，他的眼中怒火中烧。我告诉过你我会独自去，你为什么跟着我还受伤了？你这个傻瓜！小个子男人流着泪向这个大胡子男人道歉，说他疼得厉害。大胡子把小个子放在船的残骸上，止住了血并包扎了伤口。之后他恶狠狠地看了南宫家族的人一眼，承诺会收拾这些家伙。南宫则没有退缩，挥出了剑，伴随着他的内力，一道剑锋划破空气，哗啦！然而剑锋只劈开了水面，水花四溅，并没有伤到大胡子。南宫泽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藏在水下的大胡子就像那幽灵，本应该能感觉到的气息却完全消失了。这不仅仅是因为狂风和波浪的呼啸，南宫泽本能地意识到他在水里的动作非同寻常，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站在他对面木板上的南宫善开口说道：等等吧，师兄，那混蛋迟早得浮出水面换气，内力的来源在于呼吸，积蓄内力的方法自然与呼吸相关。换句话说，使用内力就需要呼吸，等他一浮出水面，我们就动手。然而他们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过了好一会儿，那个身影还是没有浮出水面，而水下的大胡子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小个子肩膀受了重伤，这全是那个混蛋的错。不久前，孙悟空一行人乘船来到海上，大胡子注意到务农德伸手不见五指，即使没有禁航令，今天这么浓的雾也不会有船出海。一开始在他看来，在这样的地方寻找蛇血铁鬼的船简直是疯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悟空还是做到了。在航行了不久后，大胡子只看到了一艘船，在雾气和暴风雨中隐约能看到一个轮廓，但孙悟空的表情很严肃。于是大胡子眯起眼睛，仔细观察着眼前的场景。确实，当他仔细看时，看到远处还有一艘船，一艘小船正悄悄地靠近，载着蛇血铁鬼的那艘船。大胡子对孙悟空又多了几分敬佩，这可不只是视力好，高手确实就是高手。大胡子看着两船靠近，皱起眉头说道：看来那家伙也在追杀蛇血铁鬼，你觉得他们是武林联盟的人吗？但孙悟空觉得很奇怪，要是武林联盟的人，他们不是应该成群结队的来吗？可他们只有2个人。小个子向他们指出，这些陌生人都佩戴着蓝底白纹的剑鞘，他们是南宫家族的人。命运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悟空和南宫家族的人交织在了一起，谁能想到他们会在这样的地方相遇呢？大胡子提醒道，反正他们也要去南宫家族的，那样的话帮助他们不是会更容易些吗？孙悟空好像下定了决心，对大胡子说道，你只需要去把那艘船弄个洞就行。大胡子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决定问清楚他说的是不是蛇血铁鬼的船。孙悟空奇怪地看着他，为什么会是那艘？不，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说南宫家族的船。大胡子一愣，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在南宫家族即将抓住他们的死敌的时候，面对大胡子质疑的目光，悟空让他别担心，他自己会抓住蛇血铁鬼并消除误会。大胡子只需要潜入水中弄个洞就行，否则如果悟空从他们手中偷走已经抓住的蛇血铁鬼，他就会成为他们的死敌。毕竟他还有很多问题要问蛇血铁鬼，比如他的上级是谁。所以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你船做得开心吗？悟空怪异地看着蛇血铁鬼问道。孙悟空随意地靠在船边挥了挥手，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这可有点不礼貌啊，我们的关系可不止这样吧。蛇血铁鬼像被闪电击中一样做出了反应，动作迅速而敏捷，他抓住正在颤抖着掌舵的渔夫的脖子，把大刀抵在他的脖子上，滚开，不然这老头的脑袋就不保了。哇，这是在挟持人质吗？孙悟空耸了耸肩，他本以为以蛇血铁鬼的刀法至少会挥舞着剑大闹一场，但是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变啊。
是吧？你还是这么卑鄙。蛇蝎铁鬼的眼睛变得通红，他把大刀更用力地抵在渔夫的脖子上，只需要1秒钟，像蛇蝎铁鬼这样的人就能瞬间砍下他的头。孙悟空苦笑着看向那颤抖的渔夫，然后开口说道：“自己为什么要在乎？”蛇蝎铁鬼发出疑问，轻声吐出“什么2个字。”孙悟空紧接着给出答案，称自己为什么要在乎那老头，是生是死。要是这老头死在这儿，那也只是命运使然，说不定在天庭的生死簿上就是这么写的：某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作为蛇的人质死去，这就是命运。凡是生在凡间的凡人都无法逃避。蛇蝎铁鬼突然感到一股压迫感，让他呼吸困难。搞什么鬼？他无法理解。孙悟空不像其他武者那样散发着杀意，也没有用内力震慑周围，他只是随意的靠着站在那里。然而仅仅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巨大压力。他不是正派的追捕者吗？蛇蝎铁鬼一直和正派的人作对，所以他以为孙悟空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你知道吗？我讨厌生死簿。孙悟空话音刚落，有那么一瞬间，孙悟空的身影晃动了一下，蛇蝎铁鬼本能的动了起来，挥舞着大刀，鲜血飞溅。蛇蝎铁鬼发出一声濒死的呻吟，他的声音颤抖着，他的右臂不见了，看起来就像是被野兽的爪子撕下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他们之间的距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时，只听孙悟空接着说：“按照上面预定的理由，在特定的日子和时间死去，你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我觉得这太荒谬了，所以我小时候把生死簿上所有的名字都擦掉了。”孙悟空微微的笑了笑，看了看颤抖不止的老渔夫，我觉得这老头在生死簿上的记录可能会是这样：老头某某人寿终正寝，享年100岁，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世。与些同时，一把剑突然从木板下方刺出，险些从南宫善的双腿间穿过。南宫善惊得跳了起来，这一剑的刺激是个佯攻，是个诱饵，真正的攻击是第2次。在南宫善腾空的短暂瞬间，剑被收回，一只手臂向前伸出，大胡子现身了，他捂住南宫善的嘴，把他拖回了水里。南宫则咒骂着黑暗的河水，吞没了他的弟弟。南宫泽的眼睛变得通红，疯狂地呼喊着。故事回到孙悟空这边，孙悟空的目光又回到了蛇蝎铁鬼身上，他的眼神并不冷酷，他们像熔岩一样燃烧着，一股被深埋已久的杀意涌起。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么想杀一个人了。这时，孙悟空想起来了，他已经修成正果，成了佛。斗战胜佛这个称号不只是一个等级，更是对他佛的身份的认可。他想起了佛教的戒律，不杀生。孙悟空低声笑了起来，观音，又一次，你随心所欲地把我推上了艰难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也要随心所欲的行事。咔嚓，孙悟空一把掐住蛇蝎铁鬼喉咙，佛门戒律禁止杀生，我要把这些废话都丢一边去。掐着蛇蝎铁鬼喉咙的手又紧了紧，蛇蝎铁鬼的眼睛翻了上去，他的嘴大张着，他那没有生命的身体瘫软下来，舌头耷拉在嘴外，脸因为血液不流通而变得青紫。观音菩萨，此刻我不是斗战胜佛，而是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脸上浮现出一丝调皮的笑容。这时，蛇蝎铁鬼冰冷的尸体上开始冒出白色的蒸汽，孙悟空的眼睛越来越红，红得如血，像滚烫的熔岩般炽热。火眼金睛的精神世界开启了，那是蛇蝎铁鬼精神层面的世界。当身体失去生机时，藏于其中的灵魂开始蠢动，他的手突然伸进了精神世界，在那里物理力量毫无作用，他抓住了那只不断挣扎的蛇的灵魂。孙悟空瞪着他，狠狠地说道：“你连在地狱里承受无尽痛苦折磨的资格都没有，我齐天大圣，斗战胜佛，能看透宇宙万物，命令你。”他的手紧紧握住，那只蛇开始膨胀，仿佛马上就要爆裂开来，一阵遥远而痛苦的哀嚎似乎在回荡。孙悟空用冰冷的声音说道，仿佛在代替地府的判官宣判：“以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名，消失吧！”噼里啪啦，蛇的灵魂像尘埃一样消散了。这时，孙悟空突然露出獠牙，咆哮着怒视着空荡荡的天空。过去有人试图阻止我，但如今没人有这个胆量。那些所谓的地府使者告诉你们的上司阎王爷，那条蛇是被孙悟空解决的。看看你们让一个邪恶的妖魔转世为人，都发生了些什么？你觉得这条蛇的灵魂已经被净化了吗？你们还在等什么？要是没什么事，就滚！黑白无常听完这番话，腾云而去。孙悟空收起身上的气势，轻笑起来，哈哈，如今地府的那些小喽啰一点胆子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话音还未落地，一口鲜艳的红血从他口中喷出。孙悟空擦了擦嘴，皱起了眉头，该死，使用那种力量还真难。如来佛祖严格划分了各界，如果下凡到人间，大部分的仙力都会消失。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被极大的限制了，那种痛苦就像整个身体被撕裂，还伴随着寒意。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孙悟空正思考中，突然他愣住了，表情变得很难看。不远处，一只手从水中伸了出来，南宫善剧烈地咳嗽着，显然喝了不少水，他疲惫不堪，这一点显而易见。南宫则高喊道：“你没事吧？”南宫善边大口喘气边说：“那混蛋很奇怪，他在水里行动太自如了。”南宫泽的脸色阴沉下来，这种战斗他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水上强盗就是这样打斗的，他们以武术大师为目标，这些大师一旦落水，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该死，这可不好办。嘿，我们别打了怎么样？从目前的情况看，你们也是来抓蛇蝎铁鬼的，不是吗？
孙悟空说着，把蛇血铁鬼软绵绵的尸体踢上了船头。南宫泽的眼睛眯了起来。你是谁？孙悟空没有回答，而是接着说，你们似乎和这家伙有仇，对吧？我那边的朋友和我也和他有仇，但因为你们当时靠近蛇血铁鬼的船，我误会了，以为你们是一伙的。南宫泽询问，你是说在水里的那个人是你的人？孙悟空给予肯定答复，他就像我的兄弟。南宫泽没有放松警惕，这个人悄无声息又迅速地杀死了蛇血铁鬼。即使南宫泽当时一直专注于水里的大胡子，也很难相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掉蛇血铁鬼。孙悟空咧嘴一笑，大声喊道，好让声音传到水下，大胡子，够了，别打了。大胡子从水里探出头来，看起来怒气冲冲。大侠，别管这事，看看那混蛋对我兄弟做了什么。小个子的肩膀完全被撕裂了，几乎认不出来了。孙悟空放声大笑，别担心那肩膀，我会负责让他完全治好的。不过大胡子对小个子所遭遇的事情的愤怒仍然在心中熊熊燃烧。小个子可是他视如兄弟的人。孙悟空看着水中的大胡子，心想，哈，一个强盗还谈忠诚，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孙悟空的记忆被拉回到300年前，在流沙河边，孙悟空与猪八戒联手对付沙悟净。一开始猪八戒抱怨孙悟空光看着不帮忙，收服沙僧后，八戒又开始自吹，你以为我是谁？我是猪八戒，天蓬元帅，和我兄弟美猴王不一样，他以前就只是缠马粪的。孙悟空被激怒，举起巴掌痛打猪八戒，边打边骂，是啊，我以前就只是缠马粪，那又怎样？唐三藏出面制止，够了，要不是八戒，我们怎么能降服流沙河的妖怪，并念起紧箍咒，才算制止住了孙悟空。回想到这里，孙悟空张嘴缓缓说道，够了，你可以住手了。沙悟净，大胡子满脸难以置信，缓缓转过头看向孙悟空，他的眼中充满了困惑，张嘴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少林寺做俗家弟子时的法名？孙悟空轻笑起来，我从你的前世就认识你了，你个蠢货。接着孙悟空伸出手抓住大胡子的手说道，赶紧从水里出来。大胡子还在震惊中，心中想到，这说的都是什么胡话。上船后的大胡子继续追问，你怎么知道的？孙悟空回道，我告诉过你，从你的前世起我就知道了，我怎么可能忘记你的名字？你是我艰难取经路上的伙伴。哎，你这个蠢货，但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照顾那只小鸟，你曾是我真实的兄弟。画面一转，几人一起上了蛇血铁鬼乘坐的小船，由于船太小，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孙悟空目光扫向大胡子，开口说道，你怎么不下去？大胡子一愣，反问道，我。孙悟空撇了撇嘴说道，你水性好，剩下路游过去。大胡子瞪眼高叫，你当我是鱼啊？孙悟空戏谑回应，差不多。大胡子忙说，我在少林时有很多女人喜欢我，差点破戒。孙悟空惊讶追问，他们喜欢你？大胡子挺直腰杆得意称，当然了，我帅。孙悟空怒声骂道，说谎多会下地狱。南宫则听着他们这番莫名其妙的对话，心里直犯嘀咕。就在这时，透过迷雾，他看到了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孙悟空微微咧嘴一笑，我注意到你一直在仔细观察我，那么你对我有什么了解吗？南宫则结结巴巴，没想到孙悟空察觉到自己在观察他。孙悟空开口，我得说明，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南宫则致歉，称因家族树敌多不自觉警惕。孙悟空轻笑，表示理解，称自己大度，没什么不能体谅的。孙悟空接着说，虽然我兄弟刚才因为误会攻击了你们，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孙悟空一直都很仰慕南宫家族，既然我们有了这层缘分，我能不能去你们家族拜访一下呢？南宫泽和南宫善对视了一会儿，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进入。当然严格来说，他确实杀死了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仍需保持谨慎。看到南宫泽的犹豫，孙悟空突然插嘴道，你是不是因为不确定我的身份而犹豫啊？孙悟空的话一针见血。南宫则犹豫后点头称，抱歉，确实如此，我从未听闻江湖上有像你这样的人。孙悟空无所谓的摆了摆手，称要介绍自己，随即夸张耸肩摆架势。沙悟净见状，无奈摸额头暗叹，不会又来那套吧？孙悟空大声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现在你问我是谁？当闪电劈开花果山的巨石时，一只毛色漂亮的英俊猴子诞生了，向着天地四方咆哮，我乃天地孕育而生，人称齐天大圣孙悟空。时间来到几天后，安徽省南宫家族，孙悟空站在南宫家族门前，对大胡子说道，看看吧，就连南宫家族听到我的名字都打开了大门。沙悟净听南宫泽与一健硕女子在门前交谈，叹道，他杀了蛇血铁鬼，可行为怪异，我觉得他可能是个疯子。他可不只是疯，简直是疯到了新高度。我们现在是不是该直接把他送回去？他可不只是有点疯，他随时可能发狂。我们现在得密切监视他。以孙悟空的听力，肯定不会错过他们的对话。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舔着脸在笑。不管事情最后是怎样，孙悟空已经来到了南宫家族。目前来说，最好还是让家主亲自确认一下所有情况。刚才和南宫泽说话的女子缓缓走了过来，她的手上布满了老茧，身体线条分明，肌肉紧实，任何人都能看出她是个武艺高强的武者。执法堂堂主木华礼貌地向他们打招呼，欢迎来到南宫家族。孙悟空没有说话，他只是专注地盯着木华。孙悟空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很高兴见到你，非常高兴见到你，就像那条连接他和沙悟净的清晰耀眼的命运之线一样，一条明亮而确凿的线也把他和他联系在了一起。
观音菩萨说过，在南宫家族能找到唐三藏的踪迹。孙悟空的眼睛闪着光，执法堂主木华感到一阵慌乱。孙悟空正十分专注地盯着他，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还没跟他打招呼。良久，孙悟空才缓缓开口：“很高兴见到你，你可以叫我孙先生。能被我一直仰慕的南宫家族接纳，我太高兴了，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来也是缘分，我亲手除掉了南宫家族的死敌蛇血铁鬼，希望这件事能当做一份见面礼。”木华接过话说道：“族长明天应该会回来，我肯定他会非常高兴的。不过他可能会有点遗憾，没能亲手杀了蛇血铁鬼。”木华给他们一行人安排了一个房间。大侠，那个女人是你喜欢的类型吗？孙悟空皱起了眉头，刚一进房间，他就听到了沙悟净这句荒谬的话。我是说那个副堂主，他这么年轻就担任这样的职位，不是吗？孙悟空闻言恼道：“那又怎样？谁都看得出来，你刚才一直紧紧盯着他的脸，还带着那种奇怪的笑容，然后你还开始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个男人像急着要撒尿的狗一样摇尾巴，那他是不会受欢迎的。”孙悟空倒了怀酒说道：“我跟你说过，我来这是为了找人。”大胡子满脸狐疑，看向孙悟空问道：“所以你要找的人就是那个执法堂主？”孙悟空神色淡然，只是回应：“谁知道呢？我还不知道呢。到目前为止，我一点都没感觉到他是唐三藏，转世可能会改变性别，重要的是灵魂。”思绪越来越混乱，孙悟空突然想一个人待会儿，他看了一眼还在他房间里磨蹭的沙悟净：“你不累吗？去休息吧。”沙悟净回道：“嗨，我只是来告别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南宫家族，我要带着小个子回海渊山了。”孙悟空双臂交叉，盯着沙悟净。出乎他的意料，孙悟空没有争辩，就点了点头，这让沙悟净有些惊讶。“那么你走之前，我们喝一杯怎么样？”“既然我们就要分别了，你何不多透露一些自己的事呢？”“我先来，我在一个渔村出生长大，也许是因为喝醉了。”沙悟净还没等问，就开始说起了自己的过去。“我从小就和谁有特殊的缘分，我不仅擅长潜水，在水下憋气的时间也比别人长得多。”孙悟空轻笑起来，沙悟净也傻笑着，说话还是有点含糊不清。“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师傅，他教我武功，他教我的是一种叫水转化真气的功夫，这种武功不需要正确的呼吸技巧。”孙悟空突然插嘴道：“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呵呵，这是个秘密。不管怎样，多亏了这个，我即使在水下也能自由运用内力，施展武功也毫无问题。然而我的命运和许多生活在河边的人一样，我的村子被海盗毁掉了，因为我学了武功。后来我自己也成了海盗，我闯出了一些名堂，最终被卷入了正邪大战，然后就到了少林寺。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说完，大胡子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心中想到：我居然把这些都告诉他了，酒真是让人打开话匣子。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有点粗暴，但是他确实治好了小个子。我现在确定了，不管怎样，我都想留在他身边。之前说要离开，只是小孩子脾气发作罢了。想到这里，大胡子拿起酒壶说道：“来，再喝一杯。”大胡子边喝边问：“这就是我的故事，你呢，大侠？你是从哪儿来的？”孙悟空回应道：“我来自花果山。”大胡子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得了吧，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就实话实说吧。”孙悟空马上回应道：“这是真的，你这个笨蛋，我来自花果山。”听到孙悟空的回答，沙悟净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站了起来。他很清楚孙悟空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沙悟净微微摇晃着身子，粗率地抱了抱拳：“那么我该走了，我会在黎明时带着小个子离开，所以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孙悟空轻声说了句：“好的。”大胡子一脸认真，对孙悟空说道：“我没开玩笑，我真的要走了。”孙悟空神色平静，语气中带着几分复杂，回应道：“行，保重，要是你能活着就好了。”“什么？”沙悟净瞪大了眼睛，听到孙悟空不祥的语气，立刻清醒了过来。孙悟空接着说道：“蛇血铁鬼死了，他的上级肯定会查是谁杀了他，因为我在南宫家族，他们不会马上对我动手，但他们可能会对我身边的人下手，那会是……”沙悟净沉默了，过了多久呢？最后他长长的叹了口气：“明天见，我们一起吃早餐吧，在确保安全之前，我会一直陪着你。”说完后，沙悟净脸上露出苦涩的表情，就像咬到了很酸的东西一样，离开了房间。第二天，南宫家族的主厅啊，欢迎，你是孙先生吧？一个身材健壮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大厅的两侧坐着家族的家臣和长老，他们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孙悟空，其中就有他之前见过的木华。中年男子双手抱拳，行了个脸：“我是南宫正柏，南宫家族的家主。”孙悟空没有回应南宫正柏的话，不是因为他被长老们的目光震慑住了，孙悟空既警惕又好奇，因为他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压力。南宫正柏见孙悟空没有反应，喊了一句：“孙先生。”“哦，你好。”孙悟空过了一会儿才回礼。孙悟空的眼皮微微跳动了一下，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有6米。孙悟空看到了连接他们的那根命运之线，一根闪耀明亮的命运之线将他们两人连接在一起。三藏灵魂的最后一丝痕迹把我引到了安徽省，引到了南宫家族。南宫家族的家主南宫正柏，还有执法堂主木华，是谁呢？你们当中谁是三藏？孙悟空离开大厅后，众人一时都默不作声。南宫正柏打破了沉默：“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他说的正是刚刚还站在大厅里的孙悟空。首席长老略带歉意地说道：“说实话，我们也摸不准。”南宫正柏点了点头，不管有意无意，孙悟空并没有过多深入的解释他来到南宫家族的缘由，他只是简单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说他仰慕南宫家族，如果能被接纳成为家族的一员，他会心存感激。虽然他的态度很真诚，但却也让人感觉有些傲慢。不过与其说他是不懂礼数，倒更像是不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情报堂主小心翼翼地说道：“他的来历我们根本无从查起，我们不知道他属于哪个门派，他的师傅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也不知道他在哪些地方活动过。基本上他的过往毫无记录。还不止如此，对于一个自称杀死了蛇血铁鬼的人来说，他的举止有太多让人起疑的地方。”木华插嘴道：“从他的步伐到站姿都没有一点习武的痕迹，看起来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武功训练。我同意执法堂主的看法，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长老，你们有谁从那个叫孙悟空的人身上感觉到了内力吗？说出来有点丢人，但我一点内力的痕迹都感觉不到。”听到情报堂主的话，长老们都面露尴尬之色。当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南宫振柏时，南宫振柏尴尬地笑了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也没从他身上感觉到任何内力。”一阵令人胆寒的沉默笼罩了整个大厅。南宫振柏，南宫家族最厉害的剑客，连他都说什么都没感觉到。当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时，人们往往会首先选择否认。长老们明显都有些动摇。情报堂主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个超凡脱俗的高手，实力远超我们的认知，要么他学了一种独特的内功心法，能够轻易隐藏自己的内力。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但不管怎样，他们目前还无法得出任何结论。那么家主，您会接纳他成为家族的一员吗？南宫振柏沉思了片刻，经过一番思考，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会接纳他成为家族的一员。故事转回到孙悟空，整个一座楼阁都给了孙悟空。孙悟空花了几天时间熟悉周围的环境。目前孙悟空有两个目标：第一，在南宫家族中寻找三藏的灵魂；第二，追查那些追寻剑碎片的人。毫无疑问，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联的。既然他们在追寻，那他们迟早会自己现身。真正的问题是三藏的灵魂，我还不知道他在谁身上。进入南宫家族后，有一件事让孙悟空感到惊讶：人类所拥有的内力潜力，没想到竟然有一个人的实力能和大妖相媲美。南宫振柏丹田中涌动的内力如此强大，就连孙悟空都忍不住轻笑出声。看来孙爷爷，我得好好下点功夫了。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孙悟空独自来到了楼阁后面的花园。故事回到南宫家族议事大厅，接纳孙悟空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长老们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南宫振柏摇了摇头：我决定接纳孙先生为客人，不过是在某些条件下。对于南宫家族无法直接干预的事物，我们将请求他予以合作，也就是说，我们会让他去解决与我们敌人有关的问题。这个计划有三大好处：第一，由于南宫家族没有直接参与，我们的敌人无法公然报复我们；第二，如果孙先生拒绝我们的请求，我们可以好好招待他，然后把他送走；第三，如果他接受了，那就意味着他来这里是有目的的，在执行这些任务时，他的武艺难免会暴露，与此同时，他的真实身份也会暴露。木华暗暗佩服，虽然家主常常行事鲁莽，还因为卷入一些大事而惹来麻烦，但他的敏锐确实配得上南宫家族家主的身份。南宫家族是一个武林世家，尽管成员不多，但仍被誉为天下第一剑派。一旦家主做出了决定，那就是最终的决定，这就是南宫家族的规矩。画面转回到孙悟空，他要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孙悟空独自来到了楼阁后面的花园，他在天界时的原本力量还有多少被封印着呢？他的身体能力并没有减弱多少，火眼金睛，能看穿幻象，洞悉真相，铜头铁额，身体刀枪不入。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似乎弱了很多，现在我只能看到命运之线，还能模糊地感知人们的情绪，但我真正需要测试的是我的妖力。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在孙悟空体内沉睡已久的妖性开始蠢蠢欲动。孙悟空咬紧牙关，一股红色的能量从他紧咬的牙缝中迸发出来，喷出缕缕深红的蒸汽。孙悟空这时想到，观音曾对他说过，你与众不同，不是吗？即使大部分的超凡力量都被封印了，你仍然可以在人间使用妖力。从我放弃妖怪身份，在天庭任职的那一刻起，我就放弃了自己的力量，但自从我下凡到人间，我的妖力就慢慢开始恢复了。现在我明白了，菩萨，你为什么派我来这里？如果我要用大妖的力量去面对人类，那我就需要施展齐天大圣的力量。他那燃烧着的红眼睛向上望向天空，重新获得这股力量，意味着再次成为妖王，这标志着他作为七大圣中的齐天大圣的回归，意味着再次成为大妖孙悟空。我突然意识到，妖力不属于天界，妖力最初源自下界，那是一种在灵界泛滥的力量。人类从何处获取自身的内在能量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残留在人间的妖力得到净化，融入自然，人类吸收这些能量来提升自身的力量。人类提纯了渗入自然的能量，使其变得纯净且有序，他们将这种能量称为内力。这么说来，人类的武术归根结底源自妖力，用那种能量创造出的武术技巧，凭借我的妖力，这是有可能的。一门完全由我创造，只属于我的武功。孙悟空思绪万千，一连串的想法在他脑海中闪过。沙悟净在水下施展武功时，不用呼吸，不知不觉中，他没有依靠听觉，
触觉或视觉，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气的控制上。以水转化真气的精髓为基础，我将仅通过感知和意志力来控制我的妖力，极其精准且精细的控制那股狂野不受约束的妖力。现在按照孙悟空的意志流动着，他在经脉中奔腾，沿着既定的路径，精准而猛烈的涌动，却没有一丝偏差。孙悟空没有意识到，这和武者们所说的真气循环差不多，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的速度加快了，对感官的控制也更加精准。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一个新的想法涌上心头：蛇血铁轨。他不确定那算不算是武功，但那段记忆却十分清晰，像条蛇，对一条蛇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的呼吸中带着一股恶臭，这不仅仅是口中的味道，而是真气本身散发出来的邪恶气息，那是一种致命的毒牙。这就是蛇血铁轨内力的核心。孙悟空回想起在那连绵不绝的攻击中闪过的致命一击，虽然当时他轻松地躲开了，但那些攻击确实很有威胁，在无数的虚招中隐藏着致命的杀招。孙悟空在脑海中重现了与蛇血铁轨交手时其能量的流动，他运用水转化真气的原理，让自己的妖力按照真气循环的模式流动，然后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一种新的流动方式。要是有人能窥探到孙悟空的想法，一定会惊得目瞪口呆。在武林的悠久历史中，可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不同的武功中汲取精华，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至高技法，如果成功，就会诞生人们所说的无上绝学。然而许多高手、奇人异士和武术大家都无数次尝试过，但绝大多数都失败了，导致走火入魔。如果孙悟空是人类，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人会咳血、眼前发黑、捂住喉咙，因无法承受压力而倒下。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对我来说，我会把这难以忍受的痛苦全部咽下。悟空，你的愤怒源于在你体内肆意游荡的恶意灵魂，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稳住自己，不要动摇。无论身处何地，你的内心都应坚如磐石。一个严肃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孙悟空从唐三藏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只是佛经。虽然三藏常常是个固执的蠢货，爱哭鼻子，还总是陷入无数的麻烦中，但他那些严厉的告诫，让孙悟空这个大妖收敛了凶性。这些话仍像烙印一样留在孙悟空的心中，不动之心。这是孙悟空在漫长的取经之旅后成为斗战胜佛的最大倚仗。孙悟空没有动摇，他只是观察着，然后继续前行。那股似乎要撕裂他经脉的妖力逐渐稳定下来，慢慢的，他开始按照孙悟空的意志流动，致命的毒牙融入了经过提炼和精心控制的能量流中，两种不同的能量流相互交织，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然而它们并没有完全融合，而是共存着。他的妖力首次在12经络中循环流转，尽管孙悟空对此毫无察觉，这类似于武术家所描述的气的周天循环。画面一转，在这天下第一剑派中，能真切感受到一个武林门派的真正实力和氛围。南宫家族的成员从不放松训练，即使是那些已经身居高位本可以放松的长老和家臣，也都专注于日常训练。沙悟净在南宫家族过得很惬意，他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浪迹天涯的剑客都渴望成为南宫家族的家臣，他们给他提供了睡觉的地方和食物。沙悟净自言自语道：该死，我觉得自己好可悲。虽然他曾经是个海盗，但他好歹也是武林中的一名武者。他在作为少林寺俗家弟子忏悔罪过的时候，学习了各种武功。在我年轻时，我曾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武术家，那时候我想变得比任何人都强。他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在南宫家族的氛围中，沙悟净过去的记忆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瞥了一眼自己的肚子，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只是因为年纪大了，这很正常。说起来，孙悟空最近也挺忙的。沙悟净觉得很奇怪，就连看起来只会懒洋洋闲逛的孙悟空也不在他的房间里，他经常独自待在楼阁旁边的花园或者训练场里。难道他在修炼武功？像他那种水平的人也不会放松修炼的。最终，沙悟净一脸坚定地起身走了出去。就在这时，恰好路过的孙悟空看到了他。悟净，你在做什么？沙悟净表示要出去训练。孙悟空只是简短的回应了一声哦。听到这声回应，沙悟净心里泛起嘀咕，猜不透这到底是嘲讽还是赞赏。沙悟净装作毫不在意，准备前往训练场。这时孙悟空紧紧地跟了上来。你为什么跟着我？孙悟空回应道，我也要去训练。沙悟净小心翼翼地问道，我能在旁边看看吗？通常只有家人或者同门弟子之间才被允许观看对方训练。沙悟净想起孙悟空那奇怪又不合常理的性格，他只是出于好奇才问的。不出所料，孙悟空并不在意，随你便。沙悟净眼睛一亮，他将有机会见识一下能轻松戏耍蛇蝎铁轨的武功了。沙悟净表情很快就变得很难看，就像咬到了什么苦涩的东西。突然孙悟空让他拔剑切磋，沙悟净惊讶反问干什么？孙悟空解释，对打能让他看得更清楚。沙悟净嗫嚅着表示，不，我是说。孙悟空反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真会下杀手？沙悟净忙喊别这么说，感觉这话像不祥之兆。此时他已心生惧意。沙悟净紧张地看着孙悟空，孙悟空站在那里，表情轻松，双臂交叉，战斗姿势是一种随时可以发动攻击的姿势，而孙悟空现在的样子就是最糟糕的反面例子。他的双臂交叉在胸前，这是一种绝对不适合战斗的姿势。沙悟净轻轻叹了口气，尽管孙悟空摆出了这么糟糕的姿势，但想到他那奇特的能力，可不能小瞧了他。沙悟净慢慢的
调整好自己的四肢姿势，他摆出了自己的架势，并不独特，只是最基本的架势。原本轻松的孙悟空立刻摆出了和他一样的战斗姿势，他在模仿我。沙悟净的脸微微皱了起来，他紧张地说道：“既然大侠武艺高强，请让我3招。”孙悟空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我让你10招，那我就不客气了，但你可能会后悔的。”沙悟净的自尊心突然受到了打击，他迅速缩短了与孙悟空之间的距离。沙悟净脚步轻盈，手中的剑直直地刺了出去。孙悟空微微侧身，轻松地躲开了。借着这股冲劲，沙悟净迅速发起了一连串大胆的攻击。孙悟空没有改变他刚才摆出的基本战斗姿势，破绽依然明显。沙悟净对着他看到的那些破绽，不停地刺激和砍劈。我或许能在这里击中他。沙悟净的脸上充满了自信，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孙悟空似乎只是勉强躲开了他的攻击，就连发起攻击的沙悟净自己都能感觉到，他明显把孙悟空逼到了绝境。